大家好，欢迎收看这车有点。今天试驾的这辆车啊，坦克500，它绝对是咱们自主品牌硬派越野车里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那我也相信啊，有很多朋友已经从各种渠道上对这辆车呢有了一些了解了。所以呢，今天我就想来讲一讲我在这辆车上体会到的一些点。首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豪华。这豪华呢，体现在它的车身的尺寸上。这是一辆中大型的 SUV， 它的车身呢是和奔驰的大 G 啊、丰田的陆巡，还有雷克萨斯的 LX570是同属一个级别的。而且啊，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辆坦克500，它的轴距是和陆巡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呢，能够看出来它在这个级别里是一个定位非常高端的一个车型。那其次呢，坦克500是分为2种风格的车身造型。我们试驾的这款车呢，它是商务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运动版，而且在运动版之中啊，还有一台全黑色风格的一个黑武士版。那另外在商务版的车型上还提供一款定制版车型。那在定制版的车型上呢，是提供双色车身的，是跟迈巴赫的 GLS 是一样的。那在商务版怎么体现出它是商务呢？大量的电镀的装饰啊，一个硕大无比的中网，而且密密麻麻的一层一层的这种粗壮的电镀条的格栅，这就让我想起了丰田的上一款的这个红杉啊，同样是这种造型风格啊，非常的硬派，非常的大气，非常大的中网的两侧也是集合了一个非常方正的一个大灯，上边是远近光灯，下边是转向灯。整体的前脸呢非常和谐，而且配合这么一个非常庞大的车身啊，整个车头的这个厚重感跟它的这种体量都完全的展现出来了。那在这台商务版车型体现出来豪华的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它的轮毂的造型。这个轮毂啊也是采用电镀的，它和那种我们常见的银灰色还完全不同，它是光面的，而且配了一个20英寸的非常大的一款轮胎。那在运动版车型上呢，它还可以提供AT 胎的选装啊，尺寸呢也是可以从18英寸到20英寸，让用户来进行选择，适应自己不同道路情况下行驶的条件。那到了车尾呢，我发现啊，我用我的这个身高跟车相比啊，跟车头相比，它显得人会更小了。它所有的元素都设计得非常的大，这也是一个坦克整个家族的一个设计风格。然后呢，打开车门，这是一个侧开门的设计。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而不是上下开启的？因为这辆车的车身啊是比较高的，如果上下开启打开之后呢，你可能关门的时候你够不到，或者是够起来比较费劲。那车门打开之后呢，它还是有一些非常细心的一些功能性的设置的。你比如说在这个车尾门上非常长的一个置物槽，这置物槽啊能放一把这么长的雨伞。另外啊，在里边220伏的一个电源插口，需要更大功率的用电器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个电源了，所以呢很贴心。那此外呢，它有这个行李的遮挡帘啊，还给设置了这个行李网的挂钩啊，所以这些东西啊考虑的都还非常的全面。因为我们这个试驾车是一个5座版的车型，所以啊它整个后备箱的装载空间还是不错的。那如果要是7座版的车型呢，有了这个第3排座椅，可能装载的能力就会稍微下降一些。但是你还可以通过电动的这种一键式座椅放倒啊，来腾出更大的行李箱的装载空间。那我们关上车门呢，就会发现一个特别高级的配置，就是电吸门。在这台商务版车型上呢，可能体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如果我们选择运动版的车型，后边是带一个备胎的，那整个尾门的重量就会大大的增加。那这时候呢，电吸门的作用就会发挥出来的更加有效果。一
一拉开车门呢，电动的可伸缩的脚踏板。那这种东西啊，以前都是在迈巴赫 GLS 还有路虎揽胜上出现的。那现在呢，这样一项高级的装置也出现在了坦克500的车身上，多棒！那一来到车内呢，前面上车的时候就非常方便，电动的踏板加上一个扶手啊，提供一个非常便利的装置。那另外呢，就是呈现出来的比外观还要更豪华的一个内饰的乘坐体验。都有哪些点呢？座椅不光是纳帕真皮，一开车门，连副驾驶都有一个方便进出的一个功能，它会自动往后调节。而且啊，这副驾驶还提供了一个后排能够控制的前后调节和座椅靠背调节的一个老板键。再有一个，你看方向盘，我一点火之后，它会提示前轮未回正啊，提示你要把前轮回正完成。仪表盘上有一个提示啊，这个非常贴心。再有呢，就是电动的方向盘调节啊。那另外呢，在中控台上，你看这里一个独立的石英表，这都是豪华车非常明显的配备的一个标准。除了这些功能非常多之外啊，它还有一些，比如说香氛系统，不跟空调的管路混合在一起的，是专门给香氛系统设定的一个管路，通过出风口来给这个车增加一些更高级的情趣。另外就是这台车还配备了一个12扬声器的英菲力士的一套音响系统，专门为这台车身根据它的车内的空间构造来进行的一个声场的调教啊，整个可以说是量身定做。而且呢，不光是带来非常好的音响的效果，同时呢，这套音响系统还能够有这个主动降噪的功能，让整个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啊，空间里边表现得更加安静。前排呢，注重的是驾驶的乐趣和豪华的功能的体验。那后排呢，完全就是舒服、舒适性。空间这么大啊，地板又很平，而且我觉得这个座椅啊，坐起来比前排更舒服。而且你看这靠背和坐垫都是有弧度的，但它不光是软，它还有支撑，所以能够看出来这整个座椅的填充和它的柔软度的平衡啊，做得非常棒。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大的中央扶手，这在奔驰 S 级、奥迪 A8 上才有这样的装备啊，一个触控的显示屏。这辆车只有30多万了，所以说你还奢求什么呢？这种触感、这种空间的宽敞度的体验、这种舒适性啊，坦克500真的没谁了。这坦克500啊，用的是坦克平台，这是一个专业的越野平台。那在这个平台上呢，打造出来的一款非承载式车身的一个硬派越野车。这车呀，其实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动力系统，完全自己研发的一个 3.0T V6， 然后呢是双涡轮增压的一台发动机啊，再加上一台纵置的9AT 变速箱，而且啊，在这基础上还有一个 P0 结构的48伏轻混的系统。开的车的时候啊，就觉得整台车非常的敦实。这不光是它的车身的尺寸大小是摆在这里的，你整个行驶的质感和路面震动传递到车身啊，再通过座椅传递到你的身体里，能够感受的整个车就非常的平稳。再有一个就是安静，这个安静啊，我觉得是能够体现它在豪华感和整台车的这些材料的应用以及它的装配工艺的水准上的。首先是对于外部路面的噪音、风噪、发动机的噪音几乎是完全隔绝的，因为它对前车窗和后车窗采用的都是双层的夹胶的玻璃，车内的空间是非常安静的。再有一个就是这台 V6 发动机的一个运转的质感，发动机呢声音非常浑厚，但是呢能够传到你耳朵里的又非常的轻微，让你能够感受到随着你油门不断的深入，这个动力是源源不断的。而且通过这台9AT 变速箱呢，非常丝滑、非常顺畅的能够把动力传输出来。再有一个就是这台车悬挂的感受，比如说像这台车是双叉臂的非常高级的一套悬挂系统，那后边呢是一个整体桥式的，因为它要保证这个越野的能力，所以呢一般后桥的减震呢相对来说会比较硬一点。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刚性还是摆在那里，整个车身对在转弯时候的这个悬挂的支撑的力度
啊也非常的足。我想这一程度也会保证这台车虽然是一个商务版车型，但是以它强大的越野能力，在一些恶劣的非铺装路面的状况下去进行越野啊，它也是完全具备这个能力的。那说到越野呢，就是这辆车呀，它是搭载一个非常智能化的全地形的自适应的路况行驶的一套系统。那这套系统呢，同时带有11种的驾驶模式，包括我们常见的什么标准经济啊、运动啊、雪地、泥地、沙地啊、越野呀之外呢，还增加了这个高速的4驱和低速的4驱锁定，硬派越野车必备的功能。同时呢，它还有这个像我们在坦克300上、长城炮上会配备的这个坦克掉头啊，它会通过锁止对这个后轮的某一侧的车轮进行刹车，来减小它的转弯半径啊，这是一个让车身更加灵活的功能。有了这么多的驾驶模式，你是不是说，比如说我调节起来比较麻烦呢？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驾驶模式的切换，你都完全可以通过语音来进行控制。那要是副驾驶的讨厌啊，或者是捣乱，能不能控制它的这个功能？其实不能，因为它这个语音识别啊，它是有一个座椅的这个声音定位的这个识别的。那这辆车呢，不管是5座还是7座了，最大的离地间隙也是224毫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的。那除此之外呢，在商务版的车型上，它的最大的涉水深度达到了700毫米。那在运动版的车型上，还会再增加100毫米，达到800毫米。那另外呢，对于这辆车的油耗的表现啊，我觉得也是相当一部分人关注的，因为我们今天试驾的里程啊并不是很长，也就100多公里，但综合的这个路况呢也都是以高速公路为主，再加上乡间的包括国道啊组成。我看这个表上显示，在几个小时之内的复位之后的油耗大概是14升出头一点点。我觉得对于其实 3.0 排量的车来说啊，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或者是一个正常的水平了。作为一个国产的，我前面说它是一个天花板级别的车，除了豪华和安静之外，还会表现它的智能化的装备上。那你看，就是前方一个12.3英寸、14.6英寸，后排还有一个7英寸的一个控制面板是触控的啊，来调节一些后排的功能。另外还有独立的空调，再加上 HUD 啊，这些都是现在一个国产车在智能化的表现上非常高水准的一个体现。那在这套整个屏幕内呢，也是集成了非常全面的一套人机交互系统，加上车联网的功能。那这辆车上能够比较常用的，包括透明底盘，或者是遥控泊车啊，这些功能都在坦克500上都有。那另外呢，就是智能驾驶辅助这一方面，标配的就能够达到 L2 级别的一套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另外呢，你还可以通过选配来增加它的更高阶的智能驾驶辅助，包括高速的智能辅助，还有基于高精地图的一个导航的功能，叫 NOH 和 HWA。这两个呢，其实在摩卡的那台插混上，马上3月份会进行配置。那这么高级的驾驶辅助功能，在坦克500上也是应用。驾驶者不管是在城市平时日常行驶，或者是在越野的时候，都能够非常轻松的来驾驭它。那为什么说坦克500是咱们自主品牌硬派越野车里的天花板呢？首先体现在它的价格方面。那现在这台车的预售价是33万5到36万3，那还有定制版的车型要达到39万5，将近40万了。可以说是现在目前自主品牌 SUV 里边的最贵的车型了。那其次啊，就是在于它的豪华感的体验，以及它在越野的装备和能力上的体现。对它的这一天的了解来看呢，它在这方面是绝对不输于比如说陆巡或者是 LX570 这种车的。只不过呀，就在于我们现在消费者对于坦克这个品牌以及这个车的长时间使用的一个耐久度还没有得到验证。但是呢，换过来讲啊，能够跟那些品牌的车型去对比，那些都是什么车啊？都是100万级以上甚至更高的车型。而且啊，你要买还得加价。但是呢，现在以30-40万的价格就能买到所有的装备、豪华感、体验、能力啊，都不输于那些车的车型，甚至更好。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咱们自主品牌能够快速发展之后给我们消费者带来的一个优势的体现。而这些体现呢，
基本上都在坦克500这辆车上展现出来了。好，感谢收看这期的这车优点，欢迎关注 T 车帮，只为爱车的你。